蔡徐坤塌房之后，蔡徐坤的黑粉恐怕是最伤心的了。他勒索了他这么多年，现在突然没有人可以勒索他了，谁能接受呢？现在的蔡徐坤已经从顶流男明星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值得一提的是，无论这件事之前如何发酵，蔡徐坤根本就没打算回复。或许是因为这件事的热度下降了，网友们不会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谁知道这个时候发生了让他没想到的事情，那就是《奔跑吧》的播出被推迟了，这也让蔡徐坤非常尴尬。这个时候，如果蔡徐坤不做出回应，估计事情会朝着不好的方向越走越远。绝望的蔡徐坤只能站出来回应，只是蔡徐坤对此消息的回应，直接让网友无法理解，称自己没有强奸未成年人，而且是合法关系。问题是，如果两人真的是合法关系，蔡妈妈为何如此激动呢？私家侦探直接派出去了。更可怕的是，女孩家门口还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蔡妈妈真是毁了孩子的未来。如果蔡妈妈没有出来作妖的话，或许这件事情就不会这么大了。也正是因为母亲突然介入这件事情，才让现在的蔡徐坤变得相当尴尬。他只能向网友解释一下自己和 C 女士之间的事情。蔡徐坤澄清后，又传出绯闻，那就是他又和另外一个女孩传出了绯闻。据称，有网友转载了这些照片。蔡徐坤团队看到这种情况，立即跑出去处理公关。只是根本没有网友相信，因为蔡徐坤的公关太烂了。只要细心一点的网友就能看出，完全是漏洞百出。蔡徐坤现在怎么样了？如果不想成为顶级明星，为什么要走吴某凡一模一样的路呢？单身人士设局欺骗女粉丝一夜情，蔡徐坤出道后几乎没有什么绯闻，这也让很多喜欢他的粉丝非常看好他，认为蔡徐坤一定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殊不知，蔡徐坤只是隐藏得太深了，其实他已经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只是他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公布出来，而是选择用单身的人来欺骗这些女粉丝。当蔡徐坤的事件被网友曝光后，很快就有人整理出3点。第一点是蔡徐坤已经和一个女孩有一夜情了。一夜情期间，由于蔡徐坤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导致女孩怀孕。怀孕后，蔡徐坤不想承担责任，就让女孩堕胎了。本来一切都已经解决了，但蔡妈妈却急于保护儿子，觉得儿子太无辜，被骗了，想尽一切办法来找 C 女士的麻烦。现在好了，这件事直接曝光了，蔡徐坤也被妈妈虐了。蔡徐坤的澄清声明主要是针对这2件事。据蔡徐坤透露，他和 C 女士根本不是一夜情，而是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而 C 女士当时确实怀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并不是她想打掉的。对方不想要这个孩子，经过双方共同商量，孩子被废掉了，根本不存在强迫堕胎这样的事情。此外，蔡徐坤还表示，与 C 女士的恋情结束后，他也很不舒服，这2年他一直在自责。他还表示，今后会克制自己的言论。当蔡徐坤回应的时候，不少蔡徐坤的粉丝都破防了，因为这件事已经闹了1周了，蔡徐坤没有任何动作，请团队出来为漏洞道歉。这也让不少粉丝认为，或许这件事完全是一个营销号，故意往蔡徐坤身上泼脏水。他们还是非常相信蔡徐坤的，直到蔡徐坤亲自回应，这些喜欢他的粉丝才明白，蔡徐坤这次是真的崩溃了。有网友觉得蔡徐坤本周没有回应，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蔡徐坤思考事物的热情过去之后，我还能像往常一样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第二点，那就是蔡徐坤的公关团队一直在想一份道歉文，想着如何找到一份道歉文让网友满意。而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份道歉信，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首先，就是网友们所说的一夜情，但在这篇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这3个词。这说明蔡徐坤和这个女孩是合法恋爱了。蔡徐坤团队想用这样的方式为蔡徐坤塑造一个清纯无邪的大男孩形象。对于网上沸沸扬扬的堕胎新闻，蔡徐坤直接和网友玩文字游戏。他没有直接否认，但也没有承认。最后，他惨不忍睹地说，自己对这2年的生活感到愧疚。这样的一系列操作，直接让网友们惊呆了。不得不说，蔡徐坤真的太溜了，
但仔细看过这篇文章的网友会发现，蔡徐坤的这篇文章确实是假死。首先，对于蔡徐坤的愧疚，看过蔡徐坤节目的朋友就会发现，这些年蔡徐坤参加各种综艺节目都非常活跃，而且在参加节目的时候，我经常和一些女明星互动，每次情绪都特别高涨。这样的蔡徐坤，如果你告诉我他有罪，我绝对不会相信。而蔡徐坤则表示，他对 C 女士感到愧疚，如果他和 C 女士真的是合法关系，那么分手一定是情有可原的。与未成年人发生关系并选择报警，毕竟不是每段感情都能走进婚姻的殿堂。如果蔡徐坤真的什么都没做，他又何必活在愧疚之中呢？当蔡徐坤本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后，仍有不少网友选择为蔡徐坤发声，说蔡徐坤这里肯定是受了委屈，并且站在蔡徐坤这边说这篇文章绝对是蔡徐坤被迫发表的。蔡徐坤大概无法理解粉丝的这一系列操作，尽管他的房子已经塌房了，但这些粉丝仍然站在他一边。不得不说，这些粉丝实在是给自己洗脑太多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网络时代，这样的无脑粉丝还不少。此前，华晨宇受邀参加某活动，活动现场，华晨宇的演唱能力受到全网质疑。我觉得他唱歌水平真的很差，唱的歌经常跑调。但没想到粉丝却给他洗白，认为华晨宇只是想给别人机会，并没有炫耀。现在蔡徐坤的一些粉丝都变成这样了，说起来真是可笑，而且显然当事人也已经有所回应了。值得一提的是，蔡徐坤发完这篇文章后，很快又有一个营销账号又发布了有关蔡徐坤的事件，称蔡徐坤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这篇文章恰好是在蔡徐坤发表声明后不久发表的，同时该营销账号还添加了一张照片来证明他的可信度。最重要的是，当时还有声音传出，如果从声音上听的话，真的很像蔡徐坤的声音。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蔡徐坤大概是真的慌了。很快，蔡徐坤团队立即再次进行公关，称自己已经报警，该消息绝对是假的。很多网友对蔡徐坤报警感到震惊，认为他是故意的。谁知道，没过多久，蔡徐坤团队竟然发出了自己的报警照片。很多网友都觉得蔡徐坤这次速度这么快，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蔡徐坤早年就曾招募过法律团队，看来蔡徐坤的法律团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蔡徐坤的这一操作，很好的将自己从坏明星变成了受害者。这样一来，也能扭转网友对他的评价。你觉得蔡徐坤的手段高吗？